这里是汽车小讲堂，我是 Bonnie， 我是 Alex。我们呢会定期为大家更新一些澳洲与汽车相关的小知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为我们留言，或者扫描微信二维码，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答您的问题哦。关注新闻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Eastwood 出大事了。本次案例，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进行阐述：带领司机、危险驾驶、受伤人员、建筑赔偿，以及政府对这位司机会有怎样的处罚。这位司机呢，他在闹市区横冲直撞，虽然他是一位大龄司机，那么他又是否涉及到危险驾驶呢？危险驾驶在新州的法律中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是 dangerous driving， 也就是危险驾驶；第二种呢是 negligent driving， 也就是疏忽驾驶；第三种呢是 furious and reckless driving， 也就是鲁莽驾驶。那么 dangerous driving 呢，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致死，一类是重伤。它主要是由于司机在驾驶期间受到酒精或者毒品的影响，以危险的速度行驶，以危险的方法驾驶。根据新州的刑法条例，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可以最高判处7年的监禁。那第二个呢，就是疏忽驾驶。根据新州道路交通条例第117条，疏忽驾驶是指驾驶员在驾驶的时候呢，可能由于玩手机或者讲话分散了注意力。那么它和危险驾驶的区别就是，司机并没有受到毒品或酒精的影响。那如果疏忽驾驶并未造成重大事故，警察可能会给你开具1100澳币的罚单。如果疏忽驾驶导致了重伤，那么会面临最高9个月的监禁以及2200澳币的罚款。如果再犯，那么会面临12个月的监禁以及3300澳币的罚款。如果疏忽驾驶致人死亡的话呢，驾驶员会面临最高18个月的监禁或者3300澳币的罚款。如果再犯，则会提高到最高2年的监禁或者5500澳币的罚款。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鲁莽驾驶。比如说，在正常的城市道路中赛车或者乱撞。根据新州的刑法条例第53条以及道路安全条例第117条，这样属于错误的驾驶行为，这样对路人以及司机非常的危险。鲁莽驾驶的驾驶员可能会面临最高9个月监禁或者2200澳币的罚款，那么再犯则会提高到最高12个月的监禁或者3300澳币的罚款。该新闻中的司机呢，并没有受到酒精或者药物的影响，也没有玩手机或者看消息，那么他最有可能就是鲁莽驾驶了。如果司机撞到了路人，那么谁来赔偿路人呢？或者司机和路人都受伤了，那又怎么办呢？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人身伤害索赔的问题。在新州，第三方强制险计划可以为车祸的受害者进行赔偿。那么受害人呢，可以向司机投保的 CTP 的保险公司进行索赔，但是要记得在6个月之内申请哦。那么如果路人在上班的路上被撞倒了呢，他也可以根据工伤赔偿方案进行索赔。同时，如果司机也受了伤， CTP 也是可以赔付司机的损失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车祸大概造成了多少损失。银行门口的防撞柱以及墙，旁边餐馆的玻璃，后面的 taxi 等，我们来分3种情况讨论。那第一种，如果这个司机他有全险的话，那么保险公司会在他保单 cover 的金额内全部赔偿。那第二种，如果他只有商业第三者险的话，那么除了这个驾驶员他的车的损失以外呢，保险公司也会在保单 cover 的金额内全部赔偿。那第三种呢，如果这个司机没有购买任何的商业保险，那么所有的赔偿责任都会在这个司机的本人身上。如果他拒赔，那么他就会被起诉。我们排除酒驾和毒驾的因素，法庭依然会考虑司机当时是否被胁迫，是否为了躲避危险，以及当时是否为了自卫，并且结合当时的道路状况、交通情况以及车辆情况。根据我们的推测，这位司机可能会以轻率鲁莽驾驶罪而被起诉。那么根据新州道路交通条例的117条，他可能会面临最高9个月的监禁或者2200澳币的罚款，然后再进行赔偿。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在澳洲发生了车祸事故怎么办，叫警察到底有没有用，或者肇事者拒绝沟通和赔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首先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土澳发生的交通事故到底要不要报警？如果一场事故呢，它没有伤亡也没有逃逸，事故的双方非常心平气和的交换信息，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报警的。但是如果一场事故中出现了伤亡，或者有人逃逸，或者有人有毒驾、酒驾的嫌疑，
或者呢事故双方有剧烈的争执，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报警了。无论你是否有报警，最后呢你都会步入一个定责和理赔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如果你购买了全险呢，那么请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保险公司，告诉他事故的细节，让你的保险公司去联络对方或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定责，这样是最省时省力的一个方法了。那么如果对方是过错方，而且他有保险的话呢，你就让对方联系他的保险公司来提供一个 claim number， 把这个 claim number 交给你的事故处理中心，让事故处理中心来协商维修和理赔的事项。专业的事故处理中心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案件，他们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事故处理中心，比如说我们 Ampere。那么如果你自己是过错方，而你又没有保险的话，那你一定要祈祷对方能够愿意和你私了，并且寻求事故处理中心的帮助。如果对方是过错方，并且对方拒绝沟通，而且你们双方都没有保险，这种情况呢是最棘手的了，我们就要详细了解一下处理流程。那么首先你需要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联系您的事故处理中心，告诉他们事故的细节，并且获取处理意见。那么最基本的就是每一个事故处理中心都会有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去协助定责以及追讨车辆的维修款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律师团要怎么做吧。如果你的律师可以成功和对方沟通，而且对方也承认他的责任，那么我们的律师团队就会为你争取最好的价格、最高的质量。那么如果对方拒绝和律师沟通，或者否定他们的责任，甚至是回避不见的话，那么律师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他们会对事故和事故方进行一个背景调查，确定过错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并且进入索赔程序。接下来会根据车辆的受损情况，让独立评估员提供一份专业的车损情况报告，然后律师就会把这份详细的报告以及律师函一并寄给对方。如果对方收到2次律师函都不做回应的话，律师就会准备开始起草起诉文件，并且递交法院，开始等待判决。如果对方没有出庭或者回应，法院就会判对方是败诉，并且把判决的结果交给地方的执行机构。执行官拿着这个判决结果，会找到对方的住址，让对方支付赔偿金、利息以及律师费。那通过以上，我们就知道了，从事故发生开始，到定责，到律师沟通，到背景调查、法院判决，最后再拿到赔偿金，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如果因为对方是个外国人离境，那么你的追债很有可能是无疾而终。大家如果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一定不要紧张或者担心，应该马上联系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事故处理中心呢，都会有华语的1对1服务，所以你不会英语也没有问题。那么看完了本期小讲堂呢，我相信大家也对这一类棘手的事故处理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在此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给自己的车买保险。那么到这里就是这一期小讲堂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